这是英国，一个诞生了无数经典作品的国家。当你来到爱丁堡，等待一个蓝调时间，然后城市的灯光都亮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就像来到了霍格沃兹里边的那种魔法世界、中世纪的世界，对，会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不像是在现实。但是这个印象中很遥远的国度，其实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比如从新疆驱车到伦敦，其实只要7500公里。如果你想，完全可以从中国开车到英国。而我们这次超级幸运，不需要自己把车开过来，而是从我们的老朋友手上接过了这台车，开始了我们的英国之旅。所以这一期的主题是新 A 勇闯英格兰，欢迎走进魔法世界。大家好啊，我们现在来到了哈利波特他们进霍格沃兹坐完火车的终点站，在之后呢，他们就要坐上船，最终抵达霍格沃兹。然后海格呢，也是之前在这里接学生们，接 Harry。然后这次我们来到了现实版的这个火车站。哇塞，哇，我感觉这里和电影里面的一模一样哎。Harry 他们到这儿还是一个夜晚的场景，这个我记得。特别是在一个傍晚来到这里，就更给这里添加了一种神秘的色彩。来到了现实中的。Right then, first years, this way, please. Come on now, hurry up. On. Hello, Harry. Hi, Hagrid. 这座车站在1865年被建立，一直留存至今。英国就是保留着非常多这样古老的建筑，也孕育出了非常棒的文学作品和电影。如果你来到爱丁堡，可能随意路过的一家咖啡馆，就是哈利波特第一部的诞生地。哈利波特第一部诞生的地方啊，就是在这么一个漂亮的街角。耶，看这，看这，看这。据说当年 J.K. 罗琳是一位单亲妈妈，为了节省暖气费，经常带着孩子们来这家咖啡馆创作《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好，这边它的灵气。当年 J.K. 罗琳肯定也无数次眺望窗外，想象出了那个在古堡中上演的魔法世界。从爱丁堡出发不到3个小时，还能顺便路过007 Skyfall 的取景地。窗外的风景也会慢慢从平原变成暗红色的高地风光。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螃蟹的午后电台。我敢保证，这是来到这里的第一辆理想。Hello， 你好。哇，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太酷了。007里面它应该车头是朝那边，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车比较特色的是这个部分，而且这个是第一辆来到这里的理想吧，我就把车头冲过来了，改变了一下创意。真的不得不说，这个新环灯太梦幻了，太科幻了。电影中，詹姆斯·邦德经过这里后，就抵达了自己的老家 Skyfall， 是一座看起来很有历史的城堡。那既然来到了英国，我们也想试一下住在古堡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Hello， 大家，现在是晚上的18点59分，然后我们要去今天住的 Airbnb， 我们开了20多分钟，反正就是周围什么都没有，全是这种田，雾气越来越浓了，然后还是这种荒野。还有3分钟，哦，这个树看起来有年头了。我靠！哎，有车！啊，有车，应该是。我靠！哇！宝宝味
点吓人，我要把车头调过来，方便随时逃跑。对，随时能跑。这不是这太吓人了吧？我们今天有一个约定好吗？就是我们俩人不分开。我们得看吧。你要不出去拿 S3拍一下我停车这个过程？我就想要一个全景 ，please。我车灯照着呢。我不敢，我害怕。哎呀，我现在真的后悔，我妈对不上焦，是正常的吗？好，太恐怖了，我后悔做这个决定。没录到有一个特别恐怖的什么鸟叫声，我吓完了，我们赶快躲到车里去了。说实话，这个现在不太敢住了，这怎么办啊？哎，迷雾笼罩了方圆10几英里的范围，手机信号也断断续续。到了约定的时间，房东也迟迟不出现，车灯如果熄灭，就是一片黑暗。我们当时真的想放弃这花了3000多一晚才订到的城堡，赶快逃离。Welcome to the castle, and follow me. We are looking for the key. Yes, I'll show you the key. So it's key to the right, handle to the left. Oh, there we go. Actually, we are kind of scared about this fog. Yes, well, that's good. And with this old castle, really scared. Well, no, I'm pleased. It's nice to have a scary castle, isn't it? And we heard some strange birds' voice. You have noise at night, like woo woo. Oh, yeah, that one, yeah, just like that. Yeah, that's the tawny owl. Oh. So there's 3 bedrooms. Bedroom number 1. Oh. This was originally the coal room, so the castle was heated by coal, and this is the coal was stored here. Follow me. So this is bedroom number 2. Whoa. So this is a super king size bed. So we live in number 1, right? Well, you've got 3 bedrooms, you can choose. Oh, really? And then this is the bathroom. So there's a bath. Whoa. And there's also a shower, so it's a wet room shower. Only us stay tonight? Yes, only you stay tonight, so you've got the whole of the kitchen wing. Oh. And then you've got a 3rd bedroom here. So this you've got 2 single beds. Whoa. And one thing you can do at night is if you close the shutters, like that, that helps to keep the heat in. Here's your living room, sitting room. Oh. So he's got Wi-Fi, there's no password. There's also an internet TV. So I think that's everything. Thank you. Thank you. Wonderful. 你不觉得所有那些卧室看着都挺吓人的？这个能好一点，这个我觉得能好点吧。那就做这个吧。我们选这个房间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你看它这些壁画，它都是风景或者是动物，是吧？看这个房间，这房间有人，你看。这座城堡是1870年完工的，为了方便贵族们在高地狩猎，所以也能看到走廊里挂着很多鹿头，这些全都是真家伙。没事的，这几百年的东西总得闹点鬼的，毕竟这儿没有社会主义保护，你知道吧？这是正常的。过了一会儿，我又出去到车里拿东西，结果发现雾气居然都散开了，感觉像是在房东出现后，我们才终于回到了人间。刚刚雾气还特别大，现在好多了。城堡都是石头造的，虽然非常坚固，但保温性能不太好。我回去后就烧起了火，还放了会儿孙悟空镇宅。孙悟空会保护我的。我欲成仙，快乐齐天。
晨起来真的好了很多，你能听到这些善良的鸟儿们的这种叽叽喳喳的叫声还是比较好的。这太奇妙了，这原来住城堡出来就能看到这样的风景。城堡周围的时光仿佛都定格在了19世纪末，这100多年来，住在里面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但放眼望去，也只是给它的表面增添了许多青苔。在城堡里醒来的这个早晨，仿佛让我穿越到了过去。从这儿能听到牧民在赶羊的声音。看这个雾气，远处也看起来是这种一层一层的。哦，车来了，谁来这么早？来的是城堡的建筑工人。原来最近的50年，城堡被荒废了，因此内部出现了许多损坏，直到最近20年才开始重新装修。我面前的这位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5个年头了。Are you interested in this car? This car drive from China, drive from Xinjiang on the north of China, 70,000 kilometers to UK. You drove it? Not me, my friend. Do you want to see inside? Yep, I can show you. You can sit in. Oh, I'm not telling you. Good screen. And even the rear seat. 李想同学打开后排娱乐屏 ，There also a TV. And you can touch all the interior is soft. It's really soft. Soft leather. Soft leather, yeah. What make is it? In here. 你好，不是看 in here? It's called 理想。It's a Chinese name. Right. 理想 and 理想 L9 in here. Yeah. So this number plate also from China. Yeah. Oh yeah. And massive space, big space. All the seat has a massage and heating. You had that. You didn't need hotels. Yeah, you just sleep in that. 事实上，我们的确带上了露营道具，打算在接下来的苏格兰高地旅行中找到一个绝佳的秘境，在荒野中露营。接下来就用我最爱的车窗视角，一起走进苏格兰高地。你知道为什么喜欢拍车窗吗？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最能够展现我此时此刻的心情的一种拍摄方式。就是你在这样的地方，对吧？开着车，看着窗外的风景，再听着你喜欢的音乐，你整个人就会非常的快乐。用一句话总结：忘却所有的烦恼。车窗就是最好的取景器。对对对。我们随机进入了天空岛的一个偏僻角落，这里除了我们和另外一辆露营车，没有其他任何人踏足。我们的面前呢，就是秋天高地的色彩。然后我们把镜头往左移，咦，这有个小房子，然后再往左是小羊，小羊面前就是大海。请问一下你哦，采访一下，在这样的风景下吃草，是不是心情会格外的好，肉质会格外的鲜美呢？他们汇聚在了一起，准备反抗我。猥琐一点，他们会跑的，你小心一点。你胶片拍羊还是挺难。你知道吗？这个路往前开就一直是
海边的有一条山路，然后就是这种盘旋，对高山上的这种秋色非常漂亮。我觉得我们待会儿也可以上去找一找有没有更棒的露营的地方。打开越野脱困模式。越野脱困模式打开了。哦，感觉到车升起来没？感觉到了，对吧？哇，这条路好像可以开到很远的地方哎。理想 L9 的空气悬挂，再加上影视飓风团队给换上越野胎，真的帮了大忙。接下来，我们将独享这个无人知晓的海边断崖小路。这里居然有一把椅子，好神奇啊！这是这段海边小路为数不多宽敞一点的地方，而且风景也很棒，远离村落。我们决定把今晚的露营地就定在这里了。因为还早，所以我们出去外面的镇子上吃顿午饭，再把油加满，顺便看看苏格兰的油价怎么样。我们现在呢，油是还剩一点，然后电的话我其实一直在保持，但我们可以打开强制发电，这样在露营之前呢，最多可以发到80%的电。这样晚上露营开空调啊、充电啊就会非常方便。OK， 我们来加油，为了今天晚上更棒的露营。来看看苏格兰的这个油价啊。我们在欧美国家，他们都是直接加的，就是加之前不需要插卡什么的，加完然后跟他说你是几号，油枪就可以。啊，是这样的吗？不是，是先加后付钱。那我加完油跑了呢？我们还是加95的嘛，95在这边就是10。你看现在的价格是1升1块3毛4，7厘吗？哎，哦，我们加了49升，49.18升，花了66块25。后面有个车一直跟着我们呢，感觉是对我们这个车感兴趣。那你说我要不找一个地方停一下，看他停不停啊 ？Hello。看到你们新战车，我就感觉是可以拍你们吗 ？Hello。你们是博主吗？是的。对。我刚刚看到，然后所以我超你车上。对，我还给你按了呀，所以我就意识了，会不会是？看岔了，刚刚我们看到新 A 绿牌啊，对，可以，注意安全。好，谢谢，好好玩，拜拜。哇，外边然后牛哎，好好看哦！大家看，这2种颜色的交替，后面是这种枯草色的山，前面是这个草地。螃蟹不去，我要自己去找小牛玩了。真的，这里超开阔的，大家看我身后。然后大家看这边的建筑都是这样的，牛哥。我决定今天晚上就像这些牛一样，自由地躺在这片大地上睡觉。所以我们待会儿走到哪儿，觉得合适了，就把车一停，打开露营模式。啊，今天还下着小雨，非常适合露营。我这超喜欢这种氛围，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没有订酒店，然后准备好了吃的喝的，还是很期待的。最终就决定把车停在了这个位置。我们今天晚上就在这边露营了。再看我们的露营地啊，有一把椅子，然后这一块小平台，前面还有一块这个展望小平台，然后中间是这个通路，我们也给它空出来了。哇，不愧是我找的。然后呢，我们就要开始打开
理想 L9的露营模式，说实话，这个我也很期待。理想同学打开全车灯光，全车阅读灯成功打开了。我觉得透过这个车门看到的风景就很不可思议呢。理想同学打开露营模式，车辆将保持通电，电量低于10%将退出露营。确认开启吗？确认。哦，我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view 非常的无敌，真的很棒。其实我们今天还有其他选择，但是 Links 一直念念不忘这里，我们又开车1个多小时回来了。真的要相信你的品味，太绝了，真的。你们看这儿，这是它的宝藏。这个东西每次过安检都非常的难受，都要手检。哇，你看我这气垫充好了，刚刚好，就是一个单人气垫，而且我是个加宽版，你看左右非常合适，而且还有这个弧度都对得上，再包括这里的弧度都对得上，我都没想到。而且我觉得这个有什么好处呢？你躺在这儿居然还可以有一个靠背，都不是直角，很舒服。哦，是的，像床一样哎。哇，这个 L9的露营简直太爽了！你看中间还有这么大的空间，这个底下可以放东西。中间这儿你说你要自己加个桌子呀。我必须要说，接下来的这个瞬间是我最喜欢的瞬间。现在可能会有点过曝，但是为了适应接下来的画面。理想同学关闭全车阅读灯。好的，全车阅读灯关闭了。哇塞，外面就是云雾缭绕的，然后这种灰暗的调，然后大家看，我们现在就躺在舒适的车里边，这个氛围灯，我觉得这个比住酒店还爽。你知道，就是外面是很阴冷潮湿，虽然风景绝美，但是你不会在晚上还想待在这儿，就感觉食死徒，随时都会出来。但是你想，你有一个温暖明亮的空间。我们待会儿看《哈利波特》怎么样？太棒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全车的这个布局，放倒了前排和中排，然后呢，中间还有巨大的空间，可以放我们的摄影包啊。你看，你像小螃蟹这个苹果，就是刚刚从后边拿过来。我们现在其实相当于是不用下车，可以获取到车里的任何一个东西，后排的东西也非常方便拿。而且最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吉姆尼露营，你需要把所有的东西收起来，只有部分能藏在椅子下，基本上你的行李箱都得绑到车顶上去。停，不许捧一踩一。还有一个很安心的是什么呢？这两个，这个好几个这个60瓦的快充。然后小潘，你知道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吗？哎呦，冰箱吗？这个是有冰箱的。真的？对。早点说呀！我今天牛排我就放冰箱里了。哦，对，我们牛排，我们这是有冰箱。安妮牛排。我看看有没有加热功能，要是加热功能可以热面包什么的，制热模式，它可以加热的。这是我们之前在酷铺买的面包。这个冰箱上原来还有一个屏幕，大家可以看，现在是50度。我们等一会儿就可以吃到热的面包了。这个车感觉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不得不说，太适合你了。这个太方便了。然后你知道更逆天的是什么吗？我们可以直接躺在这里看电影，打开后排娱乐屏，哇，试试看能不能投过来的电脑啊，就连了一根 Type-C 线。我去，这个直接可以把电脑的屏幕就扩展过来，这样很方便，因为文件在我电脑里嘛。呜呼，全屏！小朋友准备好进入魔法世界了吗？理想同学关闭前排屏幕。没问题。那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进入魔法世界了。Professor Dumbledore, sir. Professor McGonagall. Family. What happened? I swear I don't know. 1 minute the glass was there and then it was gone. It was like magic.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magic.
我们在苏格兰高地的偏僻角落里，看着《哈利波特》荒野露营，这样的心情我无法描述，只好用影像来告诉你们。现在外边还是这个暗黑的阴天，但是非常非常的有氛围感。哇，真漂亮！李阳同学还剩多少电？现在还有65%的电量，纯电能续航152公里。哇，可以！我们这今天一晚上只用掉了15%的电。但是因为没有开空调了，天气不是很。但是我现在把空调开了。是的。你有享受？你今天早上有起来享受看过这风景吗？先把手机放下吧。但坐起来，靠在这个沙发上。现在只有这个光线才是最舒服的，但最神秘的。你看，它跟车里边这个光线刚刚好，但它又不是很亮。你不觉得现在这个很舒服吗？